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谢谢您的收听和点赞。祝点赞的各位心想事成，福寿安康，家人顺遂幸福。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谢谢。婆婆一直觉得媳妇的一切就该是他们陈家的。从沈小满生下女儿朵朵那天，她就迫不及待以照顾孙女为由，搬出城里和他们一起住。请月嫂好花钱啊，我来亲自伺候你。一开始，沈小满秉持着一家亲的想法，欣然接受婆婆刘桂兰的到来，但不知这也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所谓的伺候，不过是刘桂兰留在城里的借口。婆婆一见到朵朵，从布袋里抽出五颜六色的绳子，在沈小满眼皮下，用绳子裹在包被外面，包紧了腿型好看，绳头长长，寓意二胎带个把来。沈小满看着婆婆这操作，顿时傻眼了，吓得迅速解开绳子，抱走女儿。我们不兴这个，你以后别弄了。大惊小怪，你不懂，乡下都这样，快把孩子给我。当时沈小满爸妈都在，刘桂兰也不敢大声，笑嘻嘻的，仿佛没事人一样。沈小满拒绝了，并且他爸妈当场严肃禁止这种行为。见沈小满娘家人多，刘桂兰没说话，黑着脸拿走绳子。刘桂兰一来就明里暗里嫌弃沈小满生的女儿，还夸赞大儿子陈洪斌老婆肚子里一定生男娃。坐月子的时候，除了陈宏宇在家，他几乎没抱过孩子，要不是嚷嚷手疼，就是腰疼。但沈小满知道，他是因为嫌弃自己生的是女娃。他天天在沈小满面前唠叨，女人哪有那么金贵，我以前生了陈宏宇，第二天就去田里干活了。陈宏宇在家的时候有鱼有鸡，只有沈小满和刘桂兰在家的时候，隔夜菜大锅乱炖。沈小满本来生了娃气色不好，被他伺候坐月子，身体就更差了。而沈小满和刘桂兰真正爆发矛盾的一次，是刘桂兰居然背着他对朵朵下手。一天夜里，陈宏宇加班，沈小满给孩子喂完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依稀间，他感觉有人坐在旁边，随后女儿的哭喊声一下惊醒了他。沈小满看到刘桂兰居然用手捏女儿的乳头，你在干什么？沈小满呵斥一声，把婆婆吓得连忙缩回手。打开灯一看，女儿胸腔一片红色，沈小满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抱走女儿。你有病啊，她才多大？刘桂兰有点心虚，支支吾吾的，女娃就得捏，捏了不会凹陷，长大才好看，以后生娃才有奶水。给我滚！要是再敢碰我女儿一下，我跟你拼了！估计被沈小满的架势吓到，而且朵朵哭喊不停，刘桂兰只能灰溜溜走出房门。从那以后，沈小满睡觉一定反锁门，再累也绝不会让她碰女儿。这件事让沈小满惊讶的是，陈宏宇反而责备他吓到刘桂兰。老人家也是关爱孩子，只是方法老套，对孩子也没坏心，你那么大声吓到老人家了。之后，刘桂兰的做法更加过分，被沈小满严令禁止接近朵朵后，开始整沈小满。最近一段时间，天天给沈小满喝白粥，美其名曰说清体内剩余的胎毒。沈小满妈看不下去，说什么都要过来照顾她坐月子。你婆婆怎么这样，天天给你吃白粥配咸菜？沈小满妈第一天来，看到这比水还清的粥，气得怒火直窜头顶。沈小满偷偷告诉她，本来只有白粥，知道你来，特意加了碟咸菜。沈小满妈气得端着粥冲出卧室和刘桂兰理论，你个老毒妇，有你这样给儿媳坐月子的吗？想饿死我女儿啊！刘桂兰也不甘示弱，扯着嗓子大喊，
我们那坐月子习俗，生女娃就是喝白粥，我也陪着她一块吃的，哪那么金贵哦？我呸！还女娃，都什么年代了，还给我来重男轻女那一套？我们城里人不看重这些，倒是你自己也是个女的，怎么还那么自轻自贱？刘桂兰不乐意了，气得骂骂咧咧。她要能生个男娃，我买12个南瓜给她都可以。生了个赔钱货，没扔到山上算不错了。听到这一句话，沈小满深深愣住了，他妈也是。虽然沈小满知道婆婆那个年代重男轻女，但谁都没想到孩子亲奶奶竟然可以说出那么恶毒的话。你个死老太婆！沈小满妈也顾不上面子，气得直扑到刘桂兰身上撕扯。见事情闹大，沈小满连忙打给他爸，刘桂兰则哭哭啼啼地打给上班的陈宏宇。半小时后，沈小满娘家人和陈宏宇坐在客厅，神情凝重。沈小满爸沉默片刻，微微看了看沈小满妈的眼神，眉头一皱：“陈宏宇，你记得你的工作是我介绍的？”陈宏宇殷勤地点头：“记得，当然记得。我当初买这房子，没说让你妈也住这，住了也就算了，还那么欺负我女儿。”刘桂兰急了，捂着被沈小满妈抓红的脸，破口大骂：“什么？你买的房子？沈小满嫁过来就都是我们陈家的东西。”众人再次震惊于刘桂兰理直气壮的强盗逻辑。沈小满爸脸色阴郁，生气地拍了拍桌子：“陈宏宇，你自己说怎么处理？”陈宏宇脸色一青，连忙拉着刘桂兰：“他老人家一辈子窝在山沟，没文化没见识，我这就请月嫂，大家都消消气。”刘桂兰眼睛瞪得大大的，一把拽住陈宏宇：“儿子，你傻呀？这得花老多钱了。妈，我自有主张。”随后，刘桂兰见自己没捞到好处，倒得蛮横起来：“造孽啊！怎么娶了个败家子，尽想着花我儿子钱？”沈小满妈和小姨拳头紧握，被沈小满爸拦着：“让你妈回家，这事就过了。”沈小满爸说。陈宏宇面露难色，刘桂兰更是哭天抢地：“你们人多，欺负我们母子，可怜我儿子啊！怎么娶了个悍妇，连他家人都那么横？”沈小满爸轻咳一声，眼神锐利：“我就说那么多，今天不送走你妈，明天你也别上班了。”一听到可能会丢工作，陈宏宇慌了，连忙拉起刘桂兰。刘桂兰可能意识到沈小满爸威而不怒的气势，顿时收住哭声。沈小满隔着房门抱着孩子，偷偷听着屋外动静，好不解气。憋了一会，陈宏宇脸色铁青地看着刘桂兰：“妈，你现在就收拾东西，我送你去车站。你这个白眼狼，怎么向着外人？”说完又哭哭啼啼地捶打陈宏宇胸口。估计看不奏效，刘桂兰愤恨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呸！我去我大儿子家伺候我大孙子去。”刘桂兰走后，家里清静不少，加上月嫂帮忙，沈小满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本以为婆婆走了，一切都告一段落，没想到她居然惦记上沈小满婚前财产。沈小满家房子大，4室1厅，市中心江景房。沈小满爸疼爱这个独女，全款买下的房子过户到沈小满名下。陈宏宇是沈小满大学同学，没车没房还没存款，读书的学费都是借亲戚的。但他十分有上进心，读书也很厉害，有了学历加持，加上他每天都会抽空做饭给沈小满，生病了也很会贴心陪着去医院，一来二去便和他在一起。一开始沈小满爸是不同意的：“小满，我和你妈太呵护你了，让你不懂人间险恶。”爸，陈宏宇真的和那些富二代不一样哎，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门当户对的重要性。为了得到爸妈认可，陈宏宇也很努力，终于得到沈小满爸青睐，给他介绍去了500强的上市企业，摇身一变成为高级白领。结婚不久，刘桂兰就想让他大儿子一家一起出来住，被沈小满拒绝了。一次被沈小满爸妈赶回老家后，刘桂兰又开始不安分，打起沈小满婚前房子的主意。沈小满生气地看着群聊弹出的信息，花开富贵已被移出群聊。5分钟后，沈小满却接到物业的电话，对方说刘桂兰带人要看房子，赖在物业不肯走。沈小满冷淡地说了一声：“让他来，不行直接报警，让人拖走他。”不一会儿，陈宏宇把哭哭啼啼的刘桂兰接回家。刘桂兰看见沈小满的样子，又转身拉着自己儿子往门外走：“我不敢住，省得你媳妇报警抓我。”陈宏宇安慰刘桂兰，把她拉进门：“小满不会的，住一晚，明天我再送你回老家。”沈小满白了他一眼，转身进房间。隔着一道墙，刘桂兰有意大声说给沈小满听：“我说小满，你房子那么多，你一个人住得完吗？你和宏宇结婚了，房子也是咱们陈家的。你要是不卖，那不如过户到宏宇名下。宏宇每天累死累活的加班，你天天在家啥也不干，不懂外面的行情，给宏宇替你打理账好。我一个老太婆还会害你不成？都是为你好，等你生了男娃，这房子自然落到孙子名下，是吧？”沈小满冷笑一声：“这婆婆还挺会算计，我只生一个女儿，也是我的宝。”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刘桂兰一把推开门，指着沈小满鼻子大骂：“谁允许你只生一个？”陈宏宇站在门口，脸色不悦，也不拉着刘桂兰，显然被这句话惊到了。沈小满回应：“即便生2胎，也是我愿意才生。要是2胎还是个女儿，我也乐意。”刘桂兰欲骂沈小满，被陈宏宇眼神警告，忽然换了一张嘴脸，立马嬉笑地坐在床边：“好好好，你还在月子，别生气。要是不卖，那给宏宇哥嫂先住吧。你嫂子生了孙子，也需要地方坐月子。哦嚯，绕来绕去还是给他大儿子做打算。月子中心多的是，你心疼钱让他去住，我的房子谁也没资格动。”见沈小满如此强硬，陈宏宇面无波澜地拉走刘桂兰。房间一片寂静，随后沈小满听见杯子砸桌面的声音。这一夜，沈小满睡得不安稳。直到陈宏宇送刘桂兰离开，沈小满立马打给小姨：“小姨，我想立遗嘱和做个公证，以后我的财产都给朵朵继承。”小姨第2天早早来家里，十分紧张地看着沈小满：“怎么忽然想到立遗嘱？他们干什么了？”沈小满把全部经过告诉小姨，小姨愤恨地拍了拍大腿：“你这婆婆真是贪得无厌。放心，这件事小姨会替你办好。”刘桂兰离开后，总算安生些。出月子后，沈小满爸妈寻思给朵朵办场满月酒，小姨和小姨夫则是给朵朵挑选满月戴的金器。刘桂兰没来之前，沈小满和陈宏宇关系还不错，陈宏宇下班也会帮忙带孩子、换尿片和喂奶。只要刘桂兰不来，小日子也能好好的过下去。可这一天，刘桂兰居然又不请自来了。陈宏宇的意思是朵朵满月酒，孩子奶奶不去说不过去。他们忙着满月酒选酒店的事，也就没搭理刘桂兰。有时候，刘桂兰会在陈宏宇面前小声唠叨：“一个女娃娃还摆什么满月酒？”看见沈小满给朵朵买了10几件小裙子的时候，冷不防说了一句：“真是金贵，买那么多衣服，还不如买些男娃的衣服，
留着二胎穿。沈小满懒得搭理他，自己的女儿自己疼。朵朵一直都是给保姆带，刘桂兰压根就没抱过几回。沈小满甚至怀疑这不过是陈宏宇寻了个借口，再次把他妈接出来住。沈小满爸妈知道刘桂兰又跑到沈小满家住的时候，脸色十分难看。沈小满妈更是撸起袖子，打算跟沈小满回家，以免刘桂兰又做出什么奇葩的事。沈小满爸沉默一会，给出他自己的见解：只要那个老太婆不太闹就算了。怎么说她是宏宇母亲，你太埋汰她，会影响你们夫妻感情。沈小满妈愤慨地回应：如果小满被他欺负，一定要告诉妈妈。沈小满想了想，刘桂兰这次回来，除了偶尔嘴碎，也确实收敛了些。但他没想到，刘桂兰接下来做的事居然那么奇葩。朵朵满月酒的时候，沈小满爸爸妈妈和小姨一家买了金镯子给朵朵戴。沈小满爸还特意打了一个100克重的长命锁给朵朵，上面刻了朵朵的首字母。刘桂兰啥也没给，朵朵全场黑着脸吐槽酒店的东西难吃又贵，走之前还连吃带拿的。但到了陈宏斌儿子虎子满月酒的时候，刘桂兰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又是选黄道吉日，又是杀鸡奉神，还大手笔买了一堆鸡仔放回老家圈养，等孙子满月酒的时候给宾客吃。就在沈小满一家回老家前2天，刘桂兰罕见地说要抱朵朵。哎呦，我的大孙女戴着金镯子真好看。她不断摸着朵朵脖子上的长命锁，双眼放光。当晚，沈小满摘下朵朵脖子上的长命锁，放在抽屉里。次日，刘桂兰说要提前回老家准备，第一次主动离开了家。沈小满一家回老家的时候，赵米云抱着儿子虎子，满面春风地穿梭在宾客中。沈小满眼睛无意间瞄到虎子脖子上，看见孩子身上挂着一块黄金长命锁，顿时愣住了。这金牌怎么和朵朵的一模一样？赵米云抱着孩子款款走过来，笑得合不拢嘴的显摆那块大金牌。来了，招呼不到，怎么没把朵朵带来？沈小满没好气地说：朵朵在外公外婆家呢。沈小满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金器，微微翻面看，顿时脸黑，背面上刻着朵朵的首字母，就是沈小满爸爸特意定制的金器。这锁够重的。赵米云眉飞色舞地说道：孩子奶奶送的，贵气吧？沈小满没说话，扭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刘桂兰。刘桂兰吝啬一辈子，倒是懂得拿人家的东西装大方。赵米云笑容凝固，一把抱开孩子，小声道：什么意思？这锁是我爸买给朵朵的，背后还有朵朵小名，不信自己看看。赵米云狐疑地拿起金锁，顿时脸红一片。这一旁敬酒的陈宏斌看见两人阴着脸，连忙走过来：媳妇，咋了？赵米云气得带着哭腔，把孩子脖子上的金器拿下来，扔到沈小满手上：不就是一块金器吗？瞧不起人。声音不大不小，正好引起刘桂兰和陈宏宇注意。陈宏斌一头雾水地哄着媳妇：怎么了媳妇？弟妹说啥了？问你妈去。刘桂兰看着沈小满手上的金锁，眼神像要吃了他似的，从沈小满手上夺走金器。要死啊！你敢拿我大孙子的东西，你这个贼！陈宏宇也小声责备沈小满：今天是大哥儿子满月，闹什么？所有人都看向沈小满这边，仿佛他就是千古罪人。你妈偷我女儿的金器给他大孙子，我还不能说？众人顿时语塞。刘桂兰咬牙切齿地指着沈小满鼻子大骂：什么？你女儿的？这些都是我们陈家的，我想给谁就给谁。一旁的宾客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陈红宇连忙拉着沈小满小声道：“一把锁而已，算了吧，我妈年纪大，别惹她不高兴。那是我女儿的东西，凭什么让这个老东西偷了？不给是吧？那我报警说你妈入室盗窃。”沈小满提高音贝，周围的人纷纷侧目而视。刘桂兰脸挂不下了，故技重施，倒地撒泼：“我不活了！老黎，你看看你儿子娶的什么货色，天天欺负我，我还不如死了去见你啊！”眼看自己儿子的满月宴被缴获，赵敏云气得抱走儿子回房间。陈洪斌连忙招呼乡亲们继续吃席，一把拽起倒地撒泼的刘桂兰：“妈，够了！”陈洪斌一脸歉意地夺走刘桂兰手中金器，放在沈小满手上：“对不起弟妹，看在虎子满月宴份上，原谅我妈这一回吧。大哥是明事理的，这锁对朵朵意义重大，希望你见谅。”刘桂兰见沈小满拿走金锁，大喊一声，直扑到沈小满身上：“今天非得教训你这个贱人！”沈小满一时没反应过来，被刘桂兰拽倒地。陈宏宇和陈宏斌连忙分开两人。在场的宾客们吃了宴又吃了瓜，意犹未尽地看着他们厮打在一起。就这样，他们都进了所里。沈小满爸妈和小姨也闻讯赶来。刘桂兰倒是恶人先告状：“警察同志，赶紧把这个不尊重长辈的泼妇抓起来，看把我打得一身伤！”沈小满妈抡起拳头就要扑过去：“你个老毒妇，欺负我女儿，我跟你拼了！”沈小满爸和小姨赶忙拦住沈小满妈。警官看向沈小满，询问：“是你先动手的？”沈小满摇了摇头，语气笃定：“对方先动手。”警官又将目光转向刘桂兰，严肃问道：“为什么打人？”刘桂兰骂骂咧咧道：“他不尊重长辈，就该打。”警官接着问沈小满事情的起因。沈小满拿出有些凹陷的金锁，义正言辞地说：“我婆婆偷到我孩子的金器送人，被我逮个正着。”小姨和沈小满妈听闻，又开始骂骂咧咧起来。刘桂兰慌了神，眼神求助地看向陈宏宇。陈宏宇连忙上前打圆场：“沈小满，别闹了行不行？真想让我妈进局子吗？”沈小满冷笑着，一把推开他：“我闹？那你干什么去了？我们打起来的时候，你就干看着。”陈宏宇见沈小满爸在场，没敢大声反驳，唯唯诺诺地向警官说道：“警官，这件事没那么严重，我们可以自己解决。”警官看向沈小满，问道：“你的意思呢？要追究的话就要验伤，如果偷窃属实，就得立案调查。”沈小满看向父亲，只见沈小满爸摇了摇头。沈小满思索片刻后说：“可以不追究，但是得写保证书。”回到老家，屋里沈小满爸妈阴着脸坐在沙发上，陈宏宇一家则扶着哭哭啼啼的刘桂兰坐在对面。不就是一个破金锁吗？害我老脸都在乡亲父老面前丢尽了，我还怎么在这过下去？我老陈家的脸都被你媳妇丢尽了。刘桂兰哭诉着。沈小满爸沉着脸，竭力保持冷静：“我说亲家，你是还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是吧？你不懂。”刘桂兰叫嚷着。陈宏宇也赶忙一脸歉意地哈腰道歉：“岳父岳母，实在是我妈没见过世面，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刘桂兰一边哭一边拍打陈宏宇：“道什么歉？你那媳妇那么厉害，都是你惯的。女人就得顺服家婆，你看看她像个刺猬一样，天天和我作对。”她忽然咬牙切齿地指着沈小满大骂：“一个女娃娃配得上那么贵重的金器吗？长大嫁人了还不是便宜别人？我拿给我大孙子怎么了？你要是生个带把的，我能这样？”沈小满妈忍无可忍，
冲过去打了刘桂兰一巴掌。偷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就不该让我宝贝女儿嫁到这个家里。今天说什么都要送这个老太婆进局子。刘桂兰被打懵了，见沈小满妈怒气冲冲的样子，怂怂地躲在陈鸿宇身后。毕竟刘桂兰打不过沈小满妈。陈鸿斌则一个劲地道歉，这件事确实是我妈做的不对。他走到沈小满面前，深深鞠躬，我替我妈给你道歉。看着陈鸿斌一脸真诚的样子，沈小满无奈叹气，陈鸿宇，只要你妈按照保证书上做，老实待在老家，生活费我一分不少。陈鸿宇，弟妹都这么说了，你就照做吧。陈鸿斌劝道。陈鸿宇沉默片刻，暗暗戳了戳哭哭啼啼的刘桂兰，点了点头。回去的路上，陈鸿斌拿着一袋红鸡蛋，跑到他们车前，弟妹，今天对不住了。孩子满月的鸡蛋寓意好，拿回去吃吧。谢谢。沈小满接过鸡蛋，看着陈鸿斌一脸朴实的模样，不由得感慨，陈鸿斌性格那么好，幸好不像刘桂兰的性子。他们回去之后，本以为刘桂兰会消停了，谁知道半夜接到陈鸿斌的电话，鸿宇，快来医院，妈喝农药了。沈小满一行匆匆赶去医院。陈鸿宇拉着医生，紧张地询问，我妈怎么样了？医生淡然说道，你是刘桂兰家属是吧？病人没事，喝得不多，已经洗了胃。沈小满见陈鸿宇吓得脸色苍白，心里升起一丝愧疚感。医生，我婆婆她现在好些了吗？病人洗了胃会有些不舒服，3天内进食。他们走进病房，刘桂兰脸色苍白，手臂上挂着药水，完全没有往日嚣张气焰。妈，你好点没？陈鸿宇心疼地扶起刘桂兰。沈小满默默站到一边。刘桂兰虽然精神不好，看见沈小满眼里就冒火，你让他来干什么？妈，你为什么喝农药啊？有什么事咱们说开了还不行吗？还不是你好老婆逼的。刘桂兰恶狠狠地说。沈小满握紧拳头又松开，这婆婆都这样了，还那么针对她。妈，你再怎么看不起我，也没必要糟蹋自己身体不是？多浪费农药啊！你少说2句。陈鸿宇连忙扶着欲起来教训沈小满的刘桂兰。咱们陈家不能要这种没上没下的女人，鸿宇，你必须和她离婚。刘桂兰吼道。哼，喝农药是为了逼儿子和媳妇离婚。沈小满心想，妈，沈小满再怎么不对也是朵朵母亲，我的妻子，你怎么这样逼我呢？生个女娃算什么本事？你妈我给你物色好一个了，张家的大女儿身材好又听话，保准能生男娃。你现在就回去和她离婚，房子车子都得给你。听到刘桂兰的话，沈小满哭笑不得。好呀，房子是我婚前财产，车子是我的陪嫁，哪一样都和陈鸿宇没关系。你胡说，你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吃的穿的哪一样不花我鸿宇的钱？房子和车子不得给我儿子？沈小满一向能忍则忍，今天也不打算继续忍了。妈，你没见识不要紧，重男轻女也就算了，现在为了解气喝农药逼自己儿子离婚，这种事都敢做，你怎么那么多戏呢？别忘了你偷盗的视频还在我手机里，我随时都可以联系那个警官。离婚可以，陈鸿宇得净身出户。沈小满，你就那么想和我离婚是吧？陈鸿宇歇斯底里地把这些年压在心里的不满宣泄出口。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以为你爸给我找工作就了不起？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一旁的刘桂兰得逞地笑了。儿子，你终于看清他嘴脸了。沈小满咽下愤恨，面无波澜。
你终于说出口了。原来这些年你是这样看我们一家的。我爸找遍关系给你找工作，组了多少饭局，喝了多少酒，你知道。我生朵朵差点羊水栓塞，你体会过。你妈在我坐月子时候，天天给我糠咽菜吃，你看不见。说朵朵是女娃，要扔山上自生自灭，这样恶毒的话你不反驳。陈鸿宇阴着脸看着沈小满，没有方才的狂怒。刘桂兰虽病着，嘴巴可厉害了，就你金贵，你全家都金贵。要不是我儿子优秀，你能那么倒贴？咱家又是找工作，又是买房子，你不就是怕自己没人要吗？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就你矫情。我生陈鸿宇和他哥连月子都没坐过，还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是你矫情。刘桂兰数落沈小满的时候，陈鸿宇安静地站在一旁，从未开口替他说话。最后，沈小满是独自一人回家的，陈鸿宇则留在医院。回到家后，看着熟睡的朵朵，沈小满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他还那么小，却要面临父母这些糟心事。刘桂兰没来之前，沈小满和陈鸿宇也算是恩爱夫妻。自从陈鸿宇默许刘桂兰的做法后，沈小满对陈鸿宇的感情已经产生变化。爸爸说得对，有时候门当户对真的有必要。沈小满和陈鸿宇即便物质同步了，思想还是两个阶级。次日，沈小满委托小姨周素华给他草拟离婚协议书。沈小满爸妈知道刘桂兰喝农药的事，火急火燎赶到家里。一家人沉默地坐在沙发上，小姨先开口：“小满，房产已经做过公证，还是婚前买的，这个一定是你的，不用担心。孩子2岁前也是判给母亲的。你和陈鸿宇婚后，账户里的钱都是陈鸿宇的卡，一直进账，要全部拿走恐怕有点难。”沈小满冷冷地说道：“该是我的我寸步不让，不该是我的我分毫不争。”沈小满爸生气地拍了拍桌子：“这混小子真不知好歹。”沈小满妈没说话，起身到厨房捣鼓。10分钟后，端出一杯热乎乎的红糖姜茶给沈小满。出月子后，你的脸色一直不好，快把茶喝了。沈小满鼻子一酸，靠在妈妈怀里痛哭。没事，孩子，天塌下来还有爸妈在，更何况天还没塌下来，朵朵又健健康康在你身边，多好啊！是啊，孩子，咱们既然决定要离就离，永远别回头。陈鸿宇这小子姑且不说，但是他妈妈就是个定时炸弹，时不时出来吓你，两口子时间长了再多，感情都会磨掉。沈小满默默抿了红糖水，用力点头。陈鸿宇这几天都没回家，但陈鸿斌和赵敏云在今天忽然找上门来。沈小满开门的时候有些诧异，赵敏云抱着胡子，陈鸿斌拎着2个蛇皮袋，里面全是土特产。你和陈鸿宇结婚这么久，咱们还是第一次上门。沈小满把煮好的花茶放在他们面前，又拿了朵朵的玩具给胡子：“快喝茶吧。”赵敏云向陈鸿斌使眼色，陈鸿斌干咳一声，说出自己来意：“那个弟妹，我们今天来呢，有2件事。第一个呢，是代表我妈再次给你赔个不是。”沈小满知道陈鸿斌是个好人，但是婆婆做的事要道歉，也该是她亲自来道歉才对。我妈的性子你也知道，我也狠狠说了她一顿了。其实嘛，老人家的心思咱们都知道，但是我和陈鸿宇说了，以后妈就跟我们住，你也不用担心她会住这。沈小满微微一愣，随后放下茶杯，逗了逗胡子：“我和他的矛盾不是1天半月产生的，我知道，所以第一步就是不让他跑来打扰你们小夫妻生活。我妈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上，
他是重男轻女，但是孩子是你们的，由不得他干涉。他越是这样说，你就当耳边风好了。”沈小满没说话，陈洪斌继续说道：“第二件事呢，是为我弟说情的。大哥，我和陈宏宇已经决定离婚了，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你听我说完再做决定也不晚。”沈小满犹豫地看着陈洪斌，难道他还能改变自己主意？陈宏宇虽是农村出来的，但结婚后他的工资都会上交给你，自己每个月只留加油费和烟钱。婆婆没来之前，陈宏宇每天准时下班，从来不参加聚会，手机屏保也是你们大学时候的毕业照。如果没有婆婆介入，你们的感情会一直好下去。这小子在你说离婚那天就颓然了好几天，天天在家喝酒。这卡也叫我给你。陈洪斌说着，把银行卡递给沈小满。沈小满接过银行卡，狐疑地看着陈洪斌。他说工资都转给你了，剩下的绩效奖金都在这张卡里，密码也是你生日。陈宏宇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可是又不敢见你，拖我走一趟。他都给我了，自己怎么生活？他压根就没想自己了。陈宏宇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该骂他，想都不想就站在妈那边，你当然委屈。我妈看陈宏宇把自己关在房间，几天不吃不喝，都吓坏了。喏，这是我妈写的道歉信。沈小满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体，不由得皱眉头，倒没必要做这功夫。他的话我实在无法原谅，不原谅就记着吧，反正我妈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你不接触就没事，眼不见为净。陈洪斌一边说着，一边留意沈小满的表情。沈小满微微抓紧信纸一角。当然，如果你执意离婚，也是要尊重你自己意愿的。我和你嫂子只是觉得，你们夫妻不应该被我妈搅和了。送走陈洪斌和赵敏云后，小姨把草拟的离婚协议发给了沈小满。沈小满却有些犹豫了。这段时间，刘桂兰确实没来作妖，而陈宏宇有一天回家收拾衣服，回公司宿舍住了。沈小满每次叫他去民政局的时候，他总以加班为理由拖延。直到沈小满再次打电话，明确想法后，陈宏宇开车接他去民政局。一路上，他和沈小满说了很多话。朵朵还小，你就别出去工作了，我每个月工资还是会打给你，你自己支配。爸妈年纪大，有什么事也别劳烦他们。朵朵打疫苗和体检，你打电话让我接你。我哥上次给你的银行卡，你收起来，想继续存着就存，要是想花也可以，密码都是你生日。你自己要多照顾自己，柜子里放着半年酿的古法红糖，记得煮水喝。沈小满默默听着，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下来。去民政局的路似乎好远，他们走着走着，居然走错路了。怎么办？过了预约时间了。能怎么办？回家吧，女儿想你了。好。最终他们还是没离婚。为了让沈小满放心，小姨拟了协议，让陈宏宇签字，只要他出轨，就会净身出户。刘桂兰自从住到陈洪斌家后，安分许多。赵敏云也是个不好惹的，刘桂兰也不敢多说什么。陈洪斌在老家开了养猪场，赚了不少钱，也在城里买了房子，日子越来越红火。刘桂兰除了带娃，就是去养猪场帮忙，偶尔也会让人送一些好猪肉给沈小满爸妈。因为刘桂兰的到来，沈小满原有的生活搞得鸡飞狗跳的，又是因为刘桂兰的离开，沈小满开始审视自己婚姻里面存在的问题。陈宏宇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申请调了一个清闲的岗位，每日下班回家就陪着朵朵。
沈小满没有完全原谅陈宏宇，只是把重心放在生活当中。沈小满爸后来找沈小满谈心，小满，陈宏宇虽不是门当户对，但是他最近表现还是合格的。离婚很容易，但是过日子就很难，你们不妨试试好好过日子。沈小满笑着说：爸，我知道有一件事，我没来得及和你还有妈妈说。什么事？我怀孕了。真的？那太好了。无论二胎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一视同仁。对，无论男女，孩子健康最重要。后来沈小满生了一个男孩，沈小满爸妈高兴极了，刘桂兰更是高兴地用自己私房钱打了2个镯子。虽然沈小满觉得他是因为自己生了儿子才这么下本，只是罕见的是，刘桂兰把1个镯子给朵朵，1个镯子给儿子。大概是觉得对朵朵愧疚，刘桂兰给朵朵的镯子重许多。沈小满也渐渐接受刘桂兰，偶尔会让她回来看看孩子。刘桂兰也没在沈小满面前再次展示自己重男轻女那一套。虽然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放下性别成见，但是刘桂兰的确肉眼可见地改变了。沈小满也放下之前的是非，日子虽然一地鸡毛，但是还得继续过下去。未婚夫出轨后，我不再做冤大头。我在情人节出国，想给国外留学的未婚夫一个惊喜。等我到他的住所，才发现他竟然跟另一个女同学合租，2人一起购物，一起养宠物。比起和我，他们更像一对未婚夫妻。我随即回国，停掉了他所有的塔，收回了给他父母住的房子。我已经忍他们很久了。看见燕怀时，我刚刚到他公寓楼下，他身旁跟着一位女生，2人说说笑笑，燕怀手里还拎着超市购物袋。等他们走近才发现我的未婚夫燕怀愣了几秒，反应过来后也没有任何惊喜的表情，反而不着痕迹地与女生拉开距离，惊讶地问我：林芷，你怎么在这儿？我扬了扬手机，爷爷让我过来和你培养感情。跟在他旁边的女生一直好奇地看着我，像是终于没忍住问出声：你是？我打量了她一眼，回答：我是燕怀的未婚妻。女生怔了一瞬，然后淡淡一笑，清纯的像刚出水的芙蓉。学长竟然有未婚妻？女生嗔怪地捶了一下燕怀的胳膊。常学长，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呀？而且嫂子竟然这么漂亮，你太不够意思了。还没等女生话说完，燕怀皱起眉头看向我。那你住哪个酒店？晚上这边不好打车。我扑哧一声笑出来。我记得你这个公寓不是有2个房间吗？还是我让助理帮你找的，我还不能住了。我不介意去联系房东再拿一把钥匙。说罢，我拉着行李箱走进公寓楼电梯。燕怀和那个女生在我身后沉默地跟着。到楼上，那个女生拿钥匙打开了房门。我拉行李箱进了门，直接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审视地看着2人。刚在外面没来得及问：这位小姐，你是谁？为什么能进我未婚夫住的房子？燕怀抢在女生前面回答：她是我同专业的学妹，叫苏月。在学校宿舍被录铃，没有地方住，我想着都是国内来的，就让她在我这儿先安顿下来，反正还有一个空房间。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能笑出声。现在的我就是。哦，那你们俩还同居上了？苏月仍拘谨地站在玄关，赶紧否认：不是的，嫂子，我只是暂时麻烦一下学长。国外的房子太贵了，而且我一个女生刚来，不太敢自己住。我视线看向她拎着的包，抬了抬下巴：你这包够付半年房租了。苏月清秀的小脸慢慢涨红，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我明天就开始找房子，找到马上就搬走，嫂子你别生气。一旁燕怀终于忍不住朝我喊：林芷，你别太敏感了。这还是燕怀头一回这么大声和我说话。从小他就被教育的文质彬彬，学了艺术后气质更加温润如玉，很少发脾气。
我嗤笑了一声，我敏感。艳华，现在是你在我这个未婚妻不知道的前提下与一个女生同居，你是想让这位苏小姐被称作小三，还是让我被人误会成小三呢？艳华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我翻了个白眼。算了，今天也晚了。我又转头向苏月说，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既然你们只是同校互助的关系，那么麻烦就像苏小姐刚刚说的，找房子尽快搬走。我把行李拉进了燕怀的房间，让她自己去睡沙发吧。我在燕怀房间的浴室洗了个澡，打开卧室门，就见房子里另外2人都在厨房。娇小的女生用筷子夹起锅里的菜，喂给身旁在切菜的男生。苏月学长，这次我做的好不好吃？燕怀丹有进步。苏月学长教的好吗？有没有那种家的味道？我倚在门框边看着，2人穿着情侣围裙，距离越来越近，暧昧的眼神都能拉出丝了。啊！2人听到我的声音，一下子分开，脸都涨得通红。哟，在我眼皮子底下演禁忌之恋呢？癞蛤蟆爬脚背，不咬人恶心人。燕华，等会儿我们要给我祖父打个视频，他明天上手术台。我连轴转了3个多月，就是为了赶在祖父心脏手术前出国。医生说祖父手术成功率不高，老人家有什么愿望尽量在术前满足。我知道祖父是为了逼迫我尽快结婚，就算我能力出众，带领宋氏集团上升不止一个台阶，但在祖父眼里，女人是不可能继承家业的。他迫切需要一个好掌控的、体面的孙女婿，而燕怀就是他最满意的人选。祖父一直说，只要我生下男孩就姓宋，我的儿子才能算是宋家真正的继承人。本来打算这次在国外可以领个当地的结婚证，然后拍照给祖父发过去。但是看燕怀的情况，现在领证是恶心我自己。晚饭后，我们回到他卧室商量事情。燕怀，把你的苏小姐处理好，我不希望在与祖父通话时出什么岔子。这次通话关系到我是否能够完全掌控集团。祖父手里的那部分股份，我势在必得。林芷，什么我的苏小姐，我和苏月不是那种关系，你别误会。燕怀的语气比我刚来时软了许多。男人伪装的本领是天生的。我直接无视他，继续说，对了，你一直想要的那幅古画我已经拍下来了，还有，过几天克里斯私人展览会的邀请函也在我这儿。对他们这些艺术生来说，结识克里斯先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一日得到克里斯先生的认同，一跃成为国际艺术大师也是分分钟的事。这些是我让他配合我哄祖父的条件。好，什么时候给宋爷爷打视频？现在。跨国视频打了半个小时，祖父那边看样子是准备进手术室了。挂了电话，燕怀也没有放下一直环着我肩膀的手。我一边看着祖父发给我的股权转让文件，一边轻微地挣开他的怀抱，他却搂得更紧。林芷，你能来找我，我其实很开心。燕怀慢慢将下巴枕在我的肩上，用鼻尖蹭着我的脖子。如果是他出国前这么对我，我可能还会心动。毕竟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燕怀从小长得就好，身边的女生也只有我一个，只是一直对我都是淡淡的。他现在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想与我有进一步发展。如果我没有见到他对着苏月脸红的样子，可能凑合过了。但是现在婚前就能闹出幺蛾子，可见也不是什么聪明的。我面无表情地将他赶出了卧室。从下飞机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好休息，别耽误我睡觉。第二天清晨，我被狗叫声吵醒，揉着眼睛打开卧室门。苏月一身运动装，身边还有一只大金毛。昨天我竟然没发现这屋子里还养着狗。林姐姐早啊，我先带伊恩出去晨跑，中午我就出去看房子。苏月明媚地朝我打招呼，像是昨天的拘束尴尬根本不存在一样。她将牵引绳套在金毛脖子上，然后说：“伊恩真乖，跟妈妈出去跑步喽。”
然后又对着在厨房准备早餐的燕怀喊：“学长，今天周末，别忘了给儿子准备罐头。来，伊恩，我们跟爸爸拜拜。”苏月抓起金毛的爪子，向燕怀挥了挥，然后起身一人一狗蹦蹦跳跳出门了。好，终于也是见过纯种绿茶的人了。燕怀全程没搭话，只是有些尴尬地对我笑笑。中午燕怀带我去法国餐厅吃饭，在餐厅刚坐下，就碰到了一对情侣，两人都是燕怀的法国同学。法国男生用法语和燕怀打招呼：“燕，你竟然在约会？”月月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找房子的帖子，你们是闹矛盾了吗？燕怀皱眉否认，但是那男生像是为苏月打抱不平一样，继续问：“那你现在约会的这位美丽的女士是你的追求者吗？她不知道你和月月才是一对吗？”旁边的法国女生也用法语吐槽：“知道有女朋友还跟人家来约会，破坏别人的第三者。”燕怀终于开口，用法语回答两人：“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有点复杂，你们别乱说了。”他模棱两可的没有正面回答：“我是最注重脸面的人，第三者。”好。燕怀和苏月在学校是情侣关系吗？我直接用法语问那个男生道：“应该是。”对面三个人都没想到我也会说法语。我是燕怀的未婚妻，已经办过订婚宴，要说第三者，应该是你们的苏月同学。我说完站起身，顺手将手边的红酒泼了燕怀一脸。燕怀，我还没有受过这种侮辱，我们宋家的女婿不是非你不可。燕怀顾不得狼狈，赶紧向他的同学解释我的身份。我突然发现我看不懂他了。虽然我没有爱他爱到死去活来，但确实是喜欢他的。我一直把他看作我未来的丈夫。可是这2天的接触让我产生了动摇，没有胃口继续吃饭，我直接起身离开了餐厅。从小受家里人影响，潜意识认为我长大后一定会嫁给燕怀。我和燕怀都不是叛逆的性子，家族联姻对于我们那个圈子来说是再正常不过。可是现在他触及了我的底线。之前听说陈家大少爷为了一个小明星头婚，和他联姻的孟家千金成了笑话。孟氏股票大跌，元气大伤，到现在还没缓过来。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风险规避，在这段关系里，虽然我的前妻投资不少，是重新评估未来这段婚姻关系的风险与价值，并不成正比。我完全可以换一个安全系数更高的结婚人选。宋氏我刚掌握在手里，这时候不能出一点差错。甚至我与燕怀都算不上是联姻，只是因为燕怀的祖母是我祖父的白月光。祖父年轻的时候是个花花公子，燕奶奶就离开他，嫁给了一个普通老师。燕奶奶去世后，祖父悔不当初，只能在白月光后代身上补偿。燕怀的眉眼很像燕奶奶，甚至遗传了燕奶奶的艺术天赋。所以即使燕家就是普通的双职工家庭，祖父也给了他们家最大的面子，对外称是家族联姻。我本打算收拾行李搬到酒店，但可能因为之前确实忙得太久，突然放松，加上有些水土不服，有些头晕。进卧室后想小小休息一会儿再走，没想到就这样昏睡了过去。公寓一直到天黑才回来人，模糊听到门口传来男女交谈的声音。随即燕怀打开了卧室门。领旨，我下午帮月月看房子去了，暂时还没有找到没有合适的。领旨。我挣扎坐起来，你这里有没有退烧药？我应该是发烧了。还没等燕怀回答，客厅传来一声尖叫，好像是苏月关门时加到手。燕怀1秒都没有犹豫，冲出卧室。一阵乱乱糟糟和开门关门的声音后，公寓安静了下来。刚隐约听到苏月哭着说手指不能弹钢琴了，要去医院。我有气无力地喊了2声，果然2人走了。一般来说这种发烧吃个药睡一觉就能好，但是我现在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去买药。我不想麻烦其他人，但是人在异国，除了燕怀就只有一位有生意往来的合作商能帮我。
合作商的秘书接听电话后，立刻为我安排了救护车，将我送到了私人医院。医生说再送来晚一点就要脱成肺炎了。我在医院住了2天，期间燕怀只给我打了1次电话，不过我在检查，没有接到。第3天下午我才出院，合作商派车把我送回公寓。这天我本来是要与燕怀参加克里斯私人展览会，他那张邀请函是我之前承诺好的，但我要拿走另一张，我打算自己过去。克里斯先生的妻子是我的朋友，这次来也是为了看看他。只是我没想到，回到燕怀公寓后，我既没见到燕怀和他学妹，也没找到邀请函。卧室里，我的行李被打开，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如果没看到我的电脑还好好的放在桌子上，我一定以为是公寓遭贼了。我直接给克里斯先生打了电话过去，一番函案后，告诉他我的2张邀请函被人偷走了。如果有人拿着去参加，请务必报警处理。私人展览会的邀请函上都有名字以及编号，只要看是谁用了我的名字就好。克里斯先生听后非常生气，给我发来了展览会门口的实时监控。果不其然是燕怀和苏月。外面还下着雨，2人被保镖扔出来时，我差点笑岔气。2人的礼服都是白色的，监控中看到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时比流浪狗都脏。然后这对狗男女就被警车带走了。我在商场沉浮那么多年，从来不是什么好人。取得克里斯先生同意后，直接将监控视频发到了燕怀和苏月的学校论坛，顺便匿名发了一篇燕怀早有未婚妻还与其他女生暧昧的帖子。相信他们以后在学校的生活一定很精彩。见过克里斯夫人后，我就回国了。祖父的手术不算成功，术后转到重症监护室，几天都没有清醒。我下飞机后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就在几个小时前，祖父因为心搏骤停去世了。我的心情毫无波澜，甚至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祖父后半辈子都在想要孙子，想要男继承人。但是人啊，可能越想要什么就越没有什么。祖父年轻时花心滥情，联姻的祖母也不是什么好拿捏的女人。在生下我父亲后，祖母处理了无数个小三小四和未降生的私生子。到后来实在忍无可忍，祖母直接押着祖父去做了结扎手术。而我父亲却是个情种，对我母亲爱得死去活来。母亲只生下了我这一个女儿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后，祖父3番2次把我送走，说有我在，父亲就不能忘记我母亲。他让我父亲赶紧再娶，他想要孙子。可父亲却遗传了祖母狠辣的性格，直接去医院也做了结扎手术。所以宋家这代只剩我这唯一的血脉。祖父没有办法，只能将我从孤儿院再接回来。在我显露商业天赋之前，祖父只把我看作他未来重孙子的容器。父亲不愿接手公司，所以我在大学拼尽全力，为公司带来上亿的利润。这才终于得到了祖父的认可，把我当成真正宋家人来看待。在祖父的葬礼结束后，我收到了私家侦探的消息，燕怀和苏月酒后搞到了一张床上。估计是苏月有危机感后算计了燕怀，不过燕怀也是半推半就吧。他们以为异国他乡，就算在国外名声臭了，只要拿到毕业证回国就没人知道。退婚，你爷爷刚死，你就这么对我们家？燕母一如既往的尖酸刻薄。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快30岁了，除了我们燕家，哪家还要你？我示意助理将退婚协议书递给燕父燕母。当年订婚燕家给的彩礼也放到了桌子上，说是彩礼，其实也就是几件镀金的首饰。燕夫人，麻烦签一下退婚协议书，2家当时互赠的礼品会根据当时的清单进行退还。助理向2人说明。林芷，你以为你是谁？我们燕家会怕你吗？你爷爷当年定下的婚约，可不是你说退就能退的。燕母抢过桌子上的协议书，撕碎。我抬手示意助理再拿一份文件递给他，助理继续开口，这是燕怀出轨的证据。
包括他与那位女士的亲密照片、聊天记录、开房记录，以及学校对他们产生不良舆论的处分通知。这些足以证明燕怀并不适合与我们宋总继续这段婚约。燕母的脸瞬间涨红，不过仍然咄咄逼人。有个红颜知己怎么了？有女人上赶着来爬床，说明我儿子优秀。燕父平时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此刻也不再继续端着长辈的架子，嗫嚅的辩解：这只是个误会，小怀他只是被那女人勾引了。助理讽刺一笑：我们宋总希望两家能和平解决此事，不要闹得太难看。当然，如果燕家坚持不愿意配合，我们也不介意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燕母沉默了几秒，仍底气不足地继续拿话压我：你竟敢忤逆长辈，你的家教呢？我敲着二郎腿，悠闲地靠着沙发，脸上挂着不怎么友善的微笑。就不说话，气死他们！这么心平气和地与你们商量，就只有这一次。如果二老坚持不同意，那请等着法院传票吧。助理看了看表，不耐烦地说道：别！燕父出声阻止。他向来最看重面子，如果闹到上法庭，他在学校德高望重的形象就毁了。索性不顾燕母尖叫的阻拦，在新一份退婚协议上签了字。母亲为我取名林芷，是希望我能一生保持幼年的纯真，如同佳木般健康长大，却不想被早早地拴上重男轻女的枷锁。本是庶母，又怎能甘愿为兔丝？现在我才终于有一种人生在自己手里的踏实感。剩下的事我都交给了律师以及助理去办，停掉了燕父燕母和远在法国的燕怀的银行卡，收回一切 VIP 权限。燕家住的别墅也在保镖的协助下几经波折地收回。20多年来，他们早就把宋家赠予他们的财富当成自家的东西，所以之前才这么痛快地签了字，愚蠢却也省了我很多麻烦。燕怀回国了，据说机票都是卖了他好多名牌衣服凑的。宋总，燕怀现在在公司门口。还？他怎么了？他还拿了一大束玫瑰，双膝跪在大门口。双膝，简直脑子有病。助理向我吐槽：好了，你去让保安把他赶走，实在不行就报警。我这儿还有一大堆合同要看。小说里的霸总闲得天天谈恋爱，现实里的霸总就是24小时工作的机器。虽然我赚的也多，嘻嘻。我没有再把燕怀和燕家当回事。事实上，如果不是祖父与他祖母那段富家少爷与平民小白花的爱情故事，燕家八竿子都够不到豪门的圈子。但是总有些人会不自量力地给我添堵。我回父亲家拿文件时，刚进门就看到了坐在客厅的燕怀。我的继母一脸慈爱地和燕怀说着话。没错，就算我父亲爱我母亲爱得要死要活，还是忍受不了身体的寂寞。为了防止他在外面乱搞，被有心人提取体液，再带到国外给我造个生化弟弟什么的，我给他选了个家世清白的续弦。佳佳，你可算回来了，我们都在等你呢。江一边说边拉过我的手，语气中带着几分亲昵。小怀特地来找你，说是要跟你解释清楚之前的事情。小夫妻有什么隔夜仇啊？小怀都跟我说了，都是误会吗？人家那就是普普通通的同学。佳佳，不是阿姨说你啊，男人身边花花草草多，正说明人家优秀，不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用权势压人家。我挣开继母的手道：江姨，不了解事实就不要乱说话。我不介意重新给父亲选一位不多管闲事的妻子。继母闻言，脸色微微一变，随即低下了头，不再言语。一直坐在沙发上的燕怀抬头轻声开口，打破了周围的宁静。林芷，我知道我错了，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翻了个白眼。机会？我给过你至少20年的机会。合适的人选一大把，换一个有契约精神的联姻对象，可比你这种不尊重备婚妻且感情不稳定的男人强多了。什么白月光月恋情深的老套戏码，直接扼杀在摇篮里。燕怀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我转身朝书房走。林芷，燕怀突然大声喊，我一直因为是长辈们定的婚约才抗拒，我刻意疏远你是我不想妥协，但是我现在认输了。他眼眶微红，
声音哽咽，我不想失去你，我后悔了。道，有病。我砰一下关上书房门，并且发消息让别墅保镖把闲杂人清理出去。一晃几个月过去，风平浪静，我以为燕怀一家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眼前时，没想到他们给我拉了一坨大的。燕母在短视频平台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燕母哭着说她儿子知道错了，求儿媳妇原谅，然后镜头一转，是燕怀落魄地坐在路边，在雨中喝酒。配文：青梅竹马20多年的感情，怎么能说散就散？儿子太过优秀，引来女生追求，这不是他的错。燕怀本来长得就好看，视频拍的有那种古早忧郁男主的样子，不知道哪个商业对家缺了大德，透露了一些消息出来，一堆营销号闻到味道就摸了过来。豪门世家的风花雪月，可比娱乐圈真真假假的炒作有吸引力多了。于是，天哪！这就是豪门青梅竹马的爱情吗？我以为琼瑶剧都够夸张了，没想到艺术竟然来源于生活。原来豪门千金也会因为吃醋提分手的，他们都这么有钱了，也就能吃点爱情的苦了。在大小姐不知道的角落，这位极品帅哥悄悄地碎了。果然好男人在市场不流通。营销号有意无意地把我塑造成为一个跋扈的富家女，还有一些网红为了博眼球，自以为是的用另一个角度解析，这未婚妻真的不是网文里的恶毒女配吗？男生不得不遵守长辈定下的婚约，遇到了 crush 也只能默默守护，为了家里人，却要对恶毒女配低头求和，阅文照进现实啊！很快，网友就扒出来了我的身份，不过键盘侠还没来得及喷，就噎住了，因为提前让公关部做过预案。宋氏千金退婚渣男的热搜词条直接跃上各大社交软件的头条，公关部安排的账号公布了燕怀出轨的证据以及时间线，并且附上了近几年燕家在宋家账户下花费的上亿元账单。公司的法务部门也以最快的速度收集好无良营销号和网红造谣的证据，直接走起诉流程，一个也不放过。所以，虽然公司股票有短暂下跌，不过迅速回升，甚至超过以往。了解事实后的网友称我为当代爽文女主。燕怀一家被打脸，许许多多普通女生站出来力挺我，她们看见燕家的下场，感觉曾经被渣男伤害的伤口都淡了几分。燕母见我不留情面，气得直接开直播骂街。宋家那赔钱祸谁稀罕？我儿子这么优秀，有女生追求怎么了？开房怎么不行？订婚这么多年了，他都不让我儿子碰，装什么？我儿子还得在外解决生理需求，就是因为他作为未婚妻不称职。再说，就算我儿子在外有人，以后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也要管他叫吗？人家古代那些正头夫人不都上赶着让小妾生孩子吗？不用他生还不好？燕母的歪理一套一套的，在直播间唾沫星子横飞，因为热搜加持和我暗地里花钱给他推流。不一会儿，直播间直接达到10万人，燕母骂得正欢。突然，手机界面弹出一个连线申请，手一哆嗦点了同意。连线的是个清纯漂亮的女生。连我干嘛？想追求我儿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我们家门的。燕母一脸鄙夷，看对面女生的穿着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只见那个女生温温柔柔一笑，说出来的话直接让燕母原地愣住，弹幕都停滞了一瞬。姐姐，我已经怀了季老师的孩子，迈向是龙凤胎，燕夫人的位置也该我坐了吧？你说什么？我怀了季康成季老师的孩子，他答应过我会和你离婚的。我看着燕母发白的脸色，一阵畅快。我请的私家侦探调查燕怀时，偶然间发现燕父与一个女学生早就勾搭在了一起。女生开始是为了学术论文，后来在燕父的引诱下做了长期的地下情人。燕父原本承诺女生今年就与燕母离婚，让她做燕夫人，再也不用努力学习毕业找工作。几个月前女生怀孕逼婚，燕父还是一拖再拖。我只是在她产检的时候，在她身边安排了2个阿姨，聊小三到原配妻子面前闹原配气的直接离婚的八卦。没想到燕父的口味真是一致，就喜欢蠢的。小情人看到燕母终于露面，做事根本不过脑子，直接在直播间里闹。直播间围观的网友们小嘴也像淬了毒一样。
刚刚还说正牌夫人巴不得小妾生孩子呢，这不就来了？燕母，你快笑一个呀！合着这父子俩劈腿还遗传啊，血缘果然奇妙。哟，你老公这么优秀，有女生追求怎么了？粉色淀粉肠阴阳怪气 PG。 燕母终于反应过来，涨红着脸指着女生破口大骂。不到1分钟，2个直播间都被封了，真是好大一场戏。后来听助理说，燕父直接进了 ICU， 不知道是被老婆和情人气的，还是真面目被揭发急的。经过燕父小情人这么一闹，我这边的舆论危机算是平稳度过。燕家父子出轨之名教授情人 vs 原配等几条热搜本要挂个几天，但是第2天几个词条就不见了，撤热搜可比买热搜贵好几倍，也不知道燕怀在哪里搞的钱。我的贴心小助理在此上线，及时给我分享他打听到的消息。原来燕怀直接去借了100万的高利贷，撤热搜和燕父住院的钱加起来要几10万。而且苏月在法国传来消息说怀孕了，要了燕怀50万用来安胎。看来苏月还不知道燕家离了我也只是个普通小康家庭的事实。这100万可不是好还的，燕父还丢了大学教授的工作。没想到的是，人家压根没想还。燕父醒来后不久，一家3口趁人不注意，拿着剩下的钱偷偷溜出了国。燕怀曾经就有过移民的想法，他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只有外国国籍才配得上他艺术家的身份。燕母在他的影响下，也认定外国的月亮格外圆，这回他们一家也是圆梦了。几年后，我坐车等红灯时，都遇了老熟人，浓妆艳抹的苏月，在路边被一个老总的妻子按在地上打，边打还边叫嚷着抓小三。他当年不是怀了燕怀的孩子吗？他回国了，那燕怀一家。看出我的若有所思，在驾驶座的助理解答了我的困惑。近几年我们集团也在法国拓展业务，之前帮过我的合作商在与助理交接工作时，会时不时透露一些八卦。燕怀一家是非法入境，都没有正经的身份，所以只能租住在最穷的街道。刚住了没几天，从国内带过去的钱就被偷光了。苏月知道他们的情况后，和燕怀闹分手，争执时被燕母推搡摔倒，5个月大的孩子就没了。再后来，苏月连毕业证都没拿到，灰溜溜回了国。而燕怀在国外，在街上卖画的钱根本不够一家的开支。助理讲到这里顿了一下，欲言又止，一脸复杂。我好奇地催促，助理继续说，听杰弗逊的意思，燕怀应该是下海了。这回轮到我一脸复杂了，后面我没有让助理再说，也让他不用再关注这一家，尊重他人命运。我现在有钱有权有自由，足够可以享受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了。